理科学霸、高质感禁欲系精英，统一男女审美的粉底液将军，身高190，挺拔冷白皮。张凌赫，他仿佛是按照完美偶像公式精准打印出来的躯壳，被粉丝称为360度无死角的帅。但在这副看似无瑕疵的皮囊下，却满是娱乐圈至暗的词汇：潜规则、资本玩物、人造傀儡，甚至是借运、偷名、改命。如果只是普通的黑料，那叫八卦；但在坊间的传闻中，这场借运暗黑掠夺局的猎物，正是另一位内娱顶流王鹤棣。有下面3个疑点：第一，借水杯事件。2021年，在苍兰诀的拍摄片场，张凌赫很自然地拿起王鹤棣的保温杯喝水。第二，鹤字碗事件，指张凌赫在日常饮食或剧组生活中有意使用印有鹤字或者仙鹤图案的碗。第三，鹤棣称呼看似一个简单的粉丝爱称，表示亲近，但被指张凌赫这个鹤棣的昵称，谐音鹤棣。大家好，我是全息命理师秉言指玄。今天我将顺着江湖传闻的草蛇灰线，用千年易理的底层逻辑去撕开娱乐圈的精致伪装，为大家呈现一个让人背脊发凉的暗黑名利场。关于张凌赫的借运、偷名、改命的传闻，到底只是偶然的巧合，是无中生有的网络污蔑，还是有着严密理论逻辑支撑的惊悚真相？本期内容极其硬核，因为大胆揭露了某些上位者的邪法造成局，冒着极大的被投诉下架的风险。在我们进入深度解密之前，请各位福主务必点赞、关注、收藏、转发，支持我坚持用玄学破译事件真相。第一章，张凌赫的出场设置：把脉定局，性格与皮囊。揭开阴谋的第一步是找到真理的基石。为什么那么多命理同行算不准张凌赫？因为他们从第一步就踏入了资本设下的迷阵。网上普遍采用的都是他1997年12月30日的公开生日，排出个05日柱。同行们对着这个假盘硬解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南辕北辙。既然日柱都错了，那么反推的时柱就必然是错上加错。今天本人要旗帜鲜明的打假丙午日，我严谨的推演出高保真源码如下：乾燥、丁丑、壬子、甲辰、庚午。为什么我说这个八字保真？别急，接下来我们用事实来给天干地支做一次 DNA 比对。第一节，把脉定局，命盘的病与药。日元甲木，生于仲冬子月。重通宝鉴有云：11月甲木，木性生寒，非丙丁，不能解冻。生在隆冬的树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冷，是冻。大家看这个命盘，月令子水，月干透出壬水，天寒地冻，水势滔天。在八字格局中，这叫印星极旺。印代表什么？代表吸收、学历、思想、原则以及背后的保护伞。但是水多则木飘，水冷则金寒。这个八字最大的病就在于阴寒太重，消印压身，母慈灭子，生机被冻结。大病需大药，这局八字的喜用神只有一个，那就是火。食伤，只有火才能暖局解冻，制衡根茎气杀，也只有火才能让它这棵寒木生长开花结果，享受顶流光芒。地天水讲甲木参天，脱胎要火，转机就在我反推的这个石柱庚午上面。石柱地支的午火，它就像寒冬里的炉火，把这局冰寒死水给盘活了。年干有一个丁火，但是它旁边紧挨着一个壬水，丁壬相合，火光被水扑灭，消神夺食，它被捂住了嘴，自由意志和表达被限制。我们再看时支午火，月令子水直冲午火，形成子午冲，年支丑土再去穿害午火，形成丑午相害，这叫用神被连根拔起，被群起而攻之。它的火太弱太惨了。我们综合来看，张凌赫他拥有伤官生财、杀印相生、食伤之杀的高段位命局，但是他的大病也极为明显，调后为吉，唯有喜用的火到位，才能激活他的富贵底层配置。第二节，性格、灵魂素描。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资本为什么选他？他真是镜头前那个单纯有亲和力的笨蛋帅哥吗？今天我将用独创的全息七维性格透视法，带你一层层揭开张凌赫的完美画皮，看看下面藏着一个怎样的真实灵魂。第一层，大众印象，也就是年柱的丁丑，丁火微弱温暖，丑土内敛踏实，这给他套上了一层无害的，甚至带有几分憨直与温顺的偶像光环。第二层，被动面具，也就是月干的壬水偏硬，它代表理智、算计、腹黑、怀疑论与情感隔离。他习惯性穿上这层铠甲，冷静而精确地计算出每一次社交的最优解，不受任何情绪裹挟。第三层，主动人设，就是石柱庚午，这表明他主动向外界输出的不是温吞水，而是一个在高压下展现锋芒、掌控全场的野心家。他渴望站在食物链顶端，而非任人摆布。
第4层核心驱动，也就是月令子水，它是正印，代表传统、安全感和底线，意味着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和价值观让他渴望体面与稳定。他所有的算计都是为了在这个黑暗的娱乐圈里保全自己那份传统的安全感。第5层本我觉醒，这是日元甲木，它是参天大树，直木不屈，他骨子里是有着极强的自尊心、向上攀爬的本能，以及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轴劲。第6层绝对内核，就是日支的尘土，尘是水木之木库，这意味着他拥有常人难以想象的隐忍力和心理容量，他能够默默吞咽任何痛苦，不形于色。性格第7层维度灵魂底色，也就是日柱纳音夫灯火，这是黑夜里微弱却不熄灭的一盏孤灯，代表着他灵魂深处的韧劲，想彻底击垮他极难。这就是张凌赫，外表是丁火的温顺，内核是尘土的城府，用壬水偏硬的冷酷去计算，用甲木的本能去攀爬，承受着根茎七杀的克伐，去换取无火的璀璨。他不是被资本随意拿捏的傻白甜，而是一个极度清醒的实用主义修行者。第3节骨相解码，五行雕刻的完美皮囊，通过八字去看一个人的身形外貌，具有极高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如果用丙午日，根本长不出他1.90米的挺拔身姿，但甲辰日就完全不同了。甲木本就是高大挺拔的直木，他得到了地支尘土水库的盘根，再加上子月旺水的滋养以及午火的温暖，这棵树拔地参天，使他拥有190厘米的身高，也就合情合理了。那么它极具辨识度的面部折叠度和清冷骨相是怎么来的呢？骨绝云，甲逢根至，颜如玉，水木清奇，气自华。参天大树如果只有水，它可能会野蛮生长，容易臃肿虚胖。绝就绝在实干的根茎这个七杀，五岳之精贴身克伐甲木，把多余的枝蔓全部砍掉，投射在肉身上就是高挑的身姿，没有一丝赘肉的下颌线，是极致的冷感与骨相美。各位，事实胜于雄辩，从1.90米的挺拔身躯到深藏不露的理工男内核，再到极具城府的清醒心智，这寥寥8个字，丁丑、壬子、甲辰、庚午严丝合缝地承载了张凌赫身上所有特质。丙午日的烈火战神不过是资本为了掩盖真相丢给大众的一颗烟雾弹。既然八字已经校准，我们会发现消印压身与七杀贴面就像2根无形的铁链，死死地锁住了这棵参天大树的咽喉。所有的改命、通明、借运的传闻，并非是空穴来风，而是幕后资本在玄学高人的指点下，为了填补他命局中极度缺火的致命 bug 所进行的一场疯狂的逆天之举。那么为什么会选择王和帝？请跟我进入下一章，我将还原那场隐秘在水杯与碗碟背后的骇人的龙虎借气局。第2章青龙戏水与猛虎借气，还原借运改命的惊人真相。在命理学的殿堂里，有一句振聋发聩的经典口诀：有病方为贵，无伤不是奇。真正的大人物，他的命局极少是4平8稳的中庸，也就是五行平衡，而是往往带着极端的病态。但要成就大业，必须有一个前提，你得有药。张凌赫这颗底子极佳、骨相顶级的甲木，他命局里的病太重了，极度缺火。没有火，在残酷的娱乐圈，他最多只是个在冷门剧、网剧里打转的不入流的小演员，或者是靠着身高在 T 台走秀的男模，甚至是夜场里的男公关。他离炙手可热的顶流永远隔着一道天堑。看过我拆解王鹤棣那期视频的朋友一定记得，王鹤棣他也是极度熄火的命局，但是他得天独厚，他是上天的宠儿，16岁就迎来了极品的丙寅大运，木火通明，短短5年便登顶内娱。那么张凌赫的丙寅大运在哪里呢？根据他的大运排盘，各位，他真正的大要是在丁未丙午大运，要等到2045年，那时的他已经48岁了。对幕后的资本来说，这简直是令人绝望的噩耗。资本的耐心只有3年，一个近50岁的偶像毫无价值。既然老天的火迟迟不到，那资本的选择只有一个，自己造火，甚至去偷火。于是，一场针对王鹤棣的蓄谋已久的暗黑造神局拉开了帷幕。第1节改名与假盘，利用众生愿力的造火法阵。首先改生日，他们把张凌赫的公开生日定在12月30日，硬生生造出一个丙午日柱，这可不是随便选的日期，这是纯阳烈火。当千百万粉丝坚信他是丙午，在这一天为他庆生打头时，就是在虚空中为他凝聚成了他最急需的火气。在东方玄学里称之为众生愿力，在西方心理学中，这叫集体潜意识投射，或者叫相信的力量。第2步改名，张凌赫他本名张家伟，在娱乐圈改艺名是常态，但这个新名字是非常有讲究的，绝非随便想一个高大上的名字，他必须经过命理大师的仔细推敲斟酌。张意象为公开满月，五行属木火，代表着向外扩张、生机勃发，直接补充了甲木的延展性。
而林字意象为冰雪凌驾，字面上带着水气，但其核心意境是破冰而出，凌云直上。这完美呼应了他生于子月，也就是冰天雪地的底色，化被动受动为主动突破，而这个鹤字才是整个名字的核心正眼。大家看这个字，它有2个赤组成，赤为大红，五行是极旺的纯火，对于极度缺火需要火来抗衡七杀的甲木来说，鹤字就是他事业起飞的最强核动力。它整个名字可解读为在冰天雪地里拉满弓弦，射出一团耀眼的烈火。本司的每一次呼喊都在为这台缺火的发动机疯狂地注入燃料。第2节，猛虎借气，为什么偏偏是王鹤棣？张凌鹤名字里的鹤发音与王鹤棣的鹤一致，难道这只是巧合？在玄学视角里，没有巧合，只有因果。为什么选择猎杀王鹤棣？除了王鹤棣正当红，而且身上正披着丙寅大运的那层强大的木火能量外，更深层的原因就在于借运这项逆天邪术要顺利实施，而且确保高成功率，是有着极为苛刻的条件，也就是极高的命局重合度。在宇宙的底层代码中，你要黑进别人的系统，获得管理员权限，你的信息就必须伪装得足够相似。我们来对比2人的八字，他们同时出生在子月，底层气场就高度一致。不仅如此，他们地支都有辰、子、丑，天干都有甲、壬，8个字里竟然有5个字是相同的，这是极其难得的李代桃僵谋夺天机的绝佳对象。第3节，拆解巫术借运3部曲。有了完美的猎物，接下来就是高人坐镇、步步为营的仪式了。现在我们可以用东方术数结合西方能量学去破解开篇的那3个疑点了。第1步，借水杯窃取元精，建立气口。在片场，张凌鹤自然地拿起王鹤棣的私人杯子喝水，在不知情的人看来是兄弟情深，但在术数中，唾液被称为真精或者元精，带有王鹤棣纯粹的本命基因与气场。通过吞咽对方的真精，这就相当于在2人原本平行的命运线之间强行打通了一个能量交互的气口，完成了借运通道的初代构建，这是典型的交感巫术。第2步，鹤字碗吞噬图腾，摄取实禄。通道建立后，需要实质性的能量抽取。碗在传统风水中是饮食之器，主实禄，主纳气，而鹤就是王鹤棣的本命图腾。张凌鹤有意使用鹤字碗进食，这就是一种图腾吞噬局。他每一口吃下的不仅是饭，更是在潜意识里与能量场中一口一口的嚼碎并吞咽鹤所代表的实禄与气运。第3步，鹤底称呼，移花接木，念力节流。在玄学里，名字是最强的咒语。当成千上万的粉丝呼喊鹤棣时，音韵上的谐音鹤棣就产生了一种量子纠缠，或者叫声波错乱。原本应该输送给王鹤棣的大运木火能量，被鹤棣这个称呼半路拦截，源源不断的倒灌进了张凌鹤的命局里。各位，我的推断不仅契合了五行能量、八字理法、东方交感巫术，也符合西方现代心理学中的集体潜意识与符号操控。它的说服力比任何干瘪的八卦爆料都要坚实震撼。但是我们推演的再完美，终究也需要现实的刚硬来检验。这场逆天的借运大阵真的成功了吗？那个关于他为了上位沦为资本玩物的暗黑传闻，到底有几分是真的？在因果律的铁则下，强行窃取天机，将迎来怎样的反噬？他的未来星运到底是扶摇直上，还是跌入深渊？请各位点赞、关注、收藏，一键3连，支持秉言。喝口水，深呼吸，我们继续。第3章，现实印证与反噬杀机。张凌鹤星运大结局。我们所处的宇宙能量是守恒的，一个人的气运凭空暴涨，必然意味着另一个人在流血。张凌鹤这场借运阴谋到底成功了没有？我们不能主观臆断，事实说了算。第1节，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苍兰诀当年大爆，按理说最大红利全在王鹤棣的东方青苍身上，他确实借此飞升一线。但诡异的事情发生了，爆红之后的王鹤棣后续作品的回报率开始不及预期，各种非议、人设争议接踵而至，路人缘开始出现了分化，他的气运似乎被什么东西深深扯掉了一块。反观演男2号的长眼仙君张凌鹤，虽然没有在当时立刻飞升，但他此后的资源却如同开挂了一般邪门。云之羽、银安入梦、四海重明，再到超级大饼、竹玉，几乎全是 S 家的大制作男主全砸在了他这样一个尚未真正被大众扛剧能力认可的演员身上，而且还与白鹿传出相恋绯闻，助其热度更高。在极其现实功利的娱乐圈，他这种蛮不讲理的强势上升，几乎就是掠夺了王鹤棣爆红后部分气运的现实铁证。第2节，命令反正，如果没有火会怎样？为了把这颗借运的刚硬彻底盖实，我们必须做一个思想实验。如果不借运，按照张凌鹤原本的八字剧本，他在过去3、4年真的能红吗？
我们来看一下张凌赫2015年到2024年走的这部庚戌大运。很多略懂八字的人一看戌土火库，可能会说这是他最渴望的火来了。非也，大家看看他的原局，满盘冰寒水冷，戌土一进场，他立马遭遇了原局的群殴、辰戌冲、丑戌刑，还有子戌暗合。他那点可怜的火气，连个火星子都没擦出来，就被原局的寒水浇灭得干干净净。更何况戌土上面还顶着一个凶狠的庚金七杀，所以这根本不是什么暖局的喜用大运，这是一部全面动荡、七杀共生，让命主备受煎熬的忌神大运。在这样的黑暗底色下，按照原剧本，2022壬寅年、2023癸卯年、2024甲辰年这3年，他能声名鹊起吗？绝无可能。这3年是水冷木寒，火苗不生，他根本没有爆红的基因，事出反常必有妖。那为什么他红了？因为在2022年壬寅年，他碰到了正走在丙寅大运的王鹤棣。王鹤棣天赐大运里的那股庞大的丙火太阳被接运仪式引入到了张凌赫的命局，就像一个外接电源，点燃了他庚戌大运的火库，更是激活了他寅午戌三合火局，外部的熊熊烈火强行点燃了他冰冷的命局。至此，礼法与事实完美闭环，张凌赫的借运改命不仅为真，而且这场邪恶法阵大获成功。第3节，深水区七杀共生与玩物疑云。网上一直有隐晦的爆料说，张凌赫之所以自圆逆天，是因为他是某个位高权重、有特殊癖好的大佬的男宠玩物，甚至有人绘声绘色地描绘出现场下跪、凌辱、性虐等极为辣眼的情节。这种最黑暗的娱乐圈深水区，在现实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证据，但是在他的八字剧本中，其实早就写得明明白白。前面我说了，他出道时即在庚戌这个七杀共生的大运中，对于一个深入的甲木命中又缺乏火来反制，这种贴脸开大的七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无法抗拒的强大压力、绝对的束缚、是屈辱的攻杀。这个施压的贵人大佬如何取向？我们看大运的庚金，阳刚粗暴的庚金，他坐在燥烈的虚土金库之上，中间暗藏偏财、正官还有伤官，这就给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极其清晰的画像。他是一个拥有巨大财富、手握强权、行事手段霸道、带着好蓝色、SM 等特殊癖好的男性上位者。那么为什么会指向潜规则与肉体交易？请看地支的反应。辰戌相冲，这股强大的外部力量，它以碾压之势直接冲破了张凌赫的婚姻宫。这个尘土，它代表情感、肉体、下半身。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午戌半合，直接合住了，霸占了他命局里最宝贵的那一点，代表隐私、自由、活力的实质无火。本人不做任何的道德审判，但是在命理上，这就是一副身不由己、干受蹂躏、沦为玩物和提线木偶的残酷画卷，真假与否，相信各位心中自有判断。第4节，狂欢与深渊，未来星运推演。既然借运成功，又有大佬力捧，资本强推，为什么张凌赫至今依然觉得差一口气，未能达到王鹤棣当年那种现象级的高度？玄机就在于借运仪式被意外中断。2024年，王鹤棣换入丁卯大运，丙火太阳变成了丁火星光。他自己的火都不够用，鹤棣再想吸也吸不了多少。而张凌赫他自己也在2025年换入了一部全新的大运——己酉大运。有人看到天干甲己合，地支辰酉合，天合地合，以为是财官双美，好事将近。但我要告诉你，这叫笑里藏刀，杀机暗伏。因为辰酉合直接斩断了甲木赖以生存的根基，以木劫财。不过偏不亡他随后迎来了连续3年的火木流年：2025乙巳年、2026丙午年、2027丁未年。他最可盼的大药及时的随着流年自己走来了。这几年他拥有了强大的食伤之杀的能量，终于熬出头了。他可以稍微摆脱资本的绝对控制，站起来做人。我可以大胆预言，2026至2027赤马红羊之年，张凌赫他大概率会凭借《逐玉》等大作真正引爆主流认可，登顶内娱一线，这将是他演艺生涯的最巅峰。但是请记住我的用词，这是最后的辉煌，闪耀过后就是没有降落伞的急速坠落。2028戊申年，2029己酉年，2030庚戌年，连续3年的西方肃杀金运，再叠加本就暗藏杀机的己酉大运，金木相战，木被连根拔起，等待他的将是无法想象的逆境，也许是资本的彻底抛弃，也许是难以挽回的名誉崩塌，亦或是肉体上的反噬导致他星途戛然而止。尾声因果清算，逆天与改命之辨析。限于视频的篇幅，我无法将张凌赫未来的流年运势逐一拆解，但那条命运的浮现已经无比清晰。在他这部杀机暗藏的己酉忌神大运中，丙午丁未流年将是他演艺生涯中最后的也是最绚烂的一场烟花，但烟花过后便是漫漫长夜。正如清代名剧《桃花扇》里所唱，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在这个宇宙的底层逻辑里，能量是永远守恒的，借来的气运就像是从魔鬼手里预支的高利贷，终归是要还的。偏激或许能被玄门艺术蒙蔽一时，但是逆天改命的幅度越大，最终迎来的系统反噬就越惨烈。不管背后的大佬怎样手眼通天，在煌煌天道面前，通通皆为蝼蚁。对于张凌赫，我依然给予一丝善意的期许，希望他能够在接下来这短暂而耀眼的巅峰期，不要迷失于虚妄的光环，发动你的紫水正义，去压过人水枭神，审时度势，借此契机好好的修身养性，用正大光明的善举去沉淀德行，用自身的修行去真正化解命局中的戾气。说到这里，屏幕前的你也许会产生一个疑问：秉言老师，既然你一再强调天道不可违，逆天必遭反噬，那为什么在你的视频里极力倡导知命用命改命呢？这是一个极好的问题。这涉及到了玄学中核心的哲学分野。我们用互联网中的白帽与黑帽来辨析。以张凌赫为例，哪怕他改了阳历生日，通过更名去补火，甚至通过鹤地这个谐音去蹭运，哪怕去引导粉丝众生愿力为己用，这在玄学范畴里依然属于顺天一时的白帽策略。因为它是顺应了自身缺火的五行喜忌规律去做的能量补充，这种改命是在天道许可的算法内进行的自我优化，见效慢，程度低，但润物无声，并无副作用。而利用邪法艺术去窃夺他人气运，则是不折不扣的黑帽作弊行径，为了自己的私欲去强行破坏他人的命运轨迹。这种做法见效极快，收益极大，但它就像植入天道系统中的病毒，迟早被天道法则觉察，必将面对雷霆万钧的清算。即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以本人坚决反对一切黑帽逆天之术，无论是借运、养小鬼、立堂口、诅咒巫术，还是摆设禁忌风水阵，我坚定支持，并致力于弘扬白帽转运之法，通过行善积德、五行、风水、占卜、起名、数字市场等正派手段，去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去激活我们生命中潜藏的能量。屏幕前的你，如果感觉当下运势不佳，事业、财富或者感情正陷入混沌迷茫，急需寻找到真相和破局之策，获得自身能力之外的维度助力，不妨来找秉言聊聊，让我用这套跨越千年的全息命理体系和易学智慧，为你深度破译自己的出场源代码，为你量身定制专属的转运改命战略，不仅告诉你何时该扬帆起航、乘风破浪，更会当头棒喝，为你指出未来的暗礁与风暴，用万字命书为你的人生保驾护航。请记住，真正的玄学是智慧而慈悲的，不贩卖焦虑，只提供解法。我是秉言指玄，你的人生战略规划师，欢迎添加我的联系方式，获取在线1对1深度命理咨询。愿张凌赫能在风暴来临前挣脱桎梏，找到真正的自我。也愿看视频的每一个你都能在命运的轮盘上做最清醒的掌舵人。请关注我的频道，我们下期真相揭秘不见不散。